二，黄楚九更大的致命伤就是开日夜交易所，交易所的风潮勃然而起，人人赚了不少钱，但毕竟是空头的事，忽然间又会一败涂地，无数人霎时倾家荡产，日夜交易所也因此而崩溃了，所有的客户个个倒下来了，欠的钱一无着落，只有一个连南湖还够硬气，把他的小万柳堂的地契给黄楚九作为偿还欠款。日夜交易所一共实掉多少万也无从查考，这笔账就挂在日夜银行的财产账内，作为一个户口的呆账，这也使得日夜银行永久陷于经济上不平衡的状态。三，黄楚九所办的大世界的地基是南巡富商张淡如的产业，本来是一块荒地，地价便宜得很，自从大世界开幕之后，地价飞涨数十倍，但是租地造屋，地皮还是别人做地主，黄楚九并没有占到地产上涨价的利益。他又见到大世界对面的另一块荒地，造了几十条弄堂房子，如恒茂里等，从荒地一变而为热闹地区，计算租息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，当然地价也涨了数十倍，因此他蓄意经营地产了。谁知道黄楚九买进了偷鸡桥前存济堂的一块地皮，左右两幅大地产，仍是租地造屋，房屋造了好久才告竣工，恰逢市面惨落，房地产的价值一落千丈。南京路上哈同洋行所造的楼房，如新兴公司对面的一大列铺子，竟然空置了2、3年。连最热闹的四马路空屋也不少。黄楚九所造的房屋当然也不例外，虽然这些楼宇的下层他自己开了10几家铺子，但是楼上的写字间只零零落落租出10几间，而建筑费大部分没有付清，加上了3星舞台连打几年官司，舞台被封，空关甚久，经济上大受打击，所以表面上虽然豪华阔绰，骨子里实在空虚得很。四，黄楚九开的许多铺子，家家虚有其表，亏本的比不亏本的多。其中有一家黄酒之堂国药号，职员和我很熟，知道最初是由日夜银行拨出1万元开办的，生意清淡得很，月月要亏折到1000余元。原来这笔开办费是他在日夜银行开了一个放款的户口，将每月亏耗都写在账上，这不但本利无归，而且每月还要继续亏折下去。这般情况只是许多商铺中的一个例子。还有他所有经营的生意，当事人不像老一辈人那样诚实可靠，都地烂开花账，家家只有10本，没有赚钱。日夜银行的存款不断地拨出来，应急维持，这使得黄楚九忧心如焚，因此百病丛生，患的都是攻心的暗病。日夜银行原是一所畸形的银行，对银行帮同业向少往来，所以日夜银行缺头寸时，向同业调动头寸的，除了钱存记的一张道契可以抵押之外，租地造屋没有抵押价值的。他有一个大客户，就是黄金荣，不得已时只好向这位老朋友借款周转，每次借款总说是有什么大计划，黄金荣也深信不疑，一次一次地借给他。五，本来一个人有了病，一边医治一边休息，不难复原，唯有黄楚九一有了病，心事更重，疾病的进展跟着他的心境而增加。别人可以生病，黄楚九却生不得病，因为日夜银行的信誉集中于黄楚九一身，他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便立刻会牵动到银行的不稳。六，黄楚九开的店铺之中依然每月亏本，
而且有一间茶叶号，经理先生借了这块招牌，自己私营出口生意，在行商方面滥取货物，付下了巨额欠款。黄楚九出蒙在鼓中，后来查出了这种营私舞弊，于是就把日业银行中这家茶叶号的户口冻结起来，不再支付一个钱。经理先生弄得没有办法，连店员的薪水都欠下来。谁知道由于这间铺子一欠薪水，黄楚九属下所有职工数千人都惊惶起来，纷纷传说，人人担心饭碗要打破了。加之日业银行中无数存款客户就是大世界的职员和议员，每一户口的存款数字其实小得很，但是人数一多，计算起来数目就大了。所以日业银行最早的提款风潮是由大世界的职工开始的，提款一经开始，情形有如洪水泛滥，如潮涌至，是无法阻挡得住的。因此黄楚九的病就越来越重。起初提款的职工们知道这件事不能闹出去，闹了出去，将来的饭碗势必发生问题，所以外界的户口还没有得到风声。黄楚九在病重时，每天要张罗现金已经精疲力尽，在昏迷之时，他的太太拿出许多首饰交到当铺中换取现金，每天筹集数百元到1000元，交进日业银行以资应付。黄太太忠厚得很，所以子媳女婿个个都蒙福泽，有生于社会。此时职员们还运用一种手法，就是10元以下的户口一律照付，10元以上的户口用券位的方式赠送大世界月券和全年优待券。在日业银行户口中，有一部分是操着皮肉生涯的女性，每晚非到大世界不可，有了月券或长券，也就不再提款了。日业银行倒闭风潮这样的敷衍下去，实际上日业银行已进入弥留状态，而黄楚九的病也踏上弥留状态，而且接近了死亡的边缘。在香港说过书的吴玉孙夫妇有存款200元，到行提款，虽经百般劝慰，他们坚决要提取，费了无数口舌，大家说人情，才提到现款，足见那时已经暴露出十分困难的情况了。其中最大的存户是大世界女议员王美玉。王美玉在日业银行有存款2000元，始终未曾提取。后来黄楚九死后，哭得最伤心的就是王美玉。